囚犯有一个特殊的癖好，他每天都会喝上2公斤的自来水，但却从来不肯去上厕所，即使憋得满脸通红，他还硬要强行逼迫自己，在一口气做完200个俯卧撑。而他之所以这样折磨自己，只为等待一个完美时机。终于在这天，监狱里以黄豆酱作为午餐，老白知道机会来了，于是他随便找个位置坐下，立刻开始大快朵颐起来。而恰巧就在这时，典狱长过来打卡上班，看着餐厅一片和谐的氛围，他的心里顿时乐开了花。本以为又是上班摸鱼的一天，不料下一秒，老白便立刻戏精上身。他先是假装被食物噎住喉咙，然后趁着众人不注意，故意将黄豆酱全部吐在典狱长面前。Get this damn convict away from me! Get the infirmary! Come on! Oh, God Christ! 殊不知，这一切都是老白精心策划的骗局。来到医务室后，他谎称自己要去上厕所，但护士却根本不按套路出牌，反手拿出了一个屎盆子，打算让他就地解决。老白差点就被吓尿了，说什么也不愿配合。正当两人僵持不下时，扫地的囚犯突然自告奋勇，表示可以带着老白上卫生间。可任谁也没有想到的是，两人不仅是同伙，而且早已摸清了厕所的构造，轻松打开了后方的通道。临走时还将一切都恢复原位。就这样，两人顺着通道一路来到木工房。恰巧就在这时，运输木材的汽车也整点到达。老白计算好时间后，两人趁着司机进去交接，将事先做好的工具抬了出来，然后迅速装在运输车底部。两人不仅能藏在其中，而且还可以轻松躲避狱警的检查。等运输车停到加油站，司机走下车加油的时候，他们赶紧打开木板从车底钻了出来，再把底部恢复原位之后，两人大摇大摆地坐上了同伴的跑车，随后潇洒地扬长而去。可他们非但没有半点开心，反而面露焦急之色，甚至油门都开到了最大，似乎在追逐什么东西。你绝对想不到的是，越狱仅仅只是计划的第一步，而他们真正的目的竟然是几十公里外的一场赛车比赛。几人只能快马加鞭地赶到现场。与此同时，监狱里的同伙看时间差不多了，也准备开始实施计划。随后大胡子气势汹汹地冲来，故意把豆浆泼在一个黑人的头上，更是趁对方没反应过来，直接一顿嘴炮输出，成功挑起了老黑的怒火，场面瞬间失控，所有囚犯都扭打在一起，甚至就连狱警也都跟着遭殃，被一些心怀不轨之人控制。万幸的是，一个眼疾手快的狱警见情况不对，立刻按响了警报开关。典狱长是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他管辖监狱整整2年半，从未出现过任何意外，今天却接二连三地发生怪事。为了防止囚犯趁乱逃走，他赶紧下令关掉所有大门。而此时听到命令的护士刚想去厕所查看老白的情况，却被厚厚的钢门拦住。这时手下准备向外寻求支援，但却立刻被典狱长阻止。他可不想在任职期间发生监狱暴乱这种恶劣事件。为了尽快将此事平息，他只能决定和囚犯们谈判。可此时狱警都被俘虏，而面对典狱长的各种退让，囚犯们非但毫不领情，反而用黄豆酱堵住监控，并且取来餐盘和锡纸，分别又把所有的窗户遮挡。双方开始僵持起来。而另一边，老白也终于赶到了赛车场地。比赛才刚刚开始，但他可不是过来游玩的。此次真正的目标便是盗取地下金库的大量现金。由于比赛期间人数众多，现金交易量巨大，主办方只能暂时将现金通过特殊的运输管道存到地下，等比赛结束后再将其运走。为了成功盗走这批现金，老白早就制定了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。他先是让小弟来到附近的信号站，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响起，整个赛场的刷卡机瞬间全部失效。这样一来，现金交易量便大大增加。而老白两人则伪装成清洁工人，轻松从垃圾滑道进入地下室。随后他们一刻也不敢耽搁，顺着手中地图的指引，马不停蹄地向着目的地赶去。而一路上所有的肛门早已被提前打开。等几人成功汇合之后，老白视若珍宝似的从同伴手中接过一个白色塑料袋，可里面却只装着2支漂白笔，还有2包小熊软糖。随后在同伴一脸懵逼中，老白快速地将这几样东西混合在一起。仅仅过了2分半的时间，一个小型炸弹便制作完成。然而正当他准备行动时，却突然遭到同伴的强烈制止。两人对老白的炸弹持怀疑态度，任他们想破脑袋，也无法相信小熊软糖竟然可以制作炸弹。看到自己的水平遭到质疑，名校毕业的老白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侮辱。为了彻底打消两人的疑虑，他直接现场讲起了勾股定理，晦涩难懂的公式却被老白演示得明明白白。勾3股4旋5更是信手拈来。Well, yeah, I kinda did. Yeah, me too. 眼看自己的讲解起了效果，老白表示非常的欣慰，这才安心继续接下来的行动。只见他小心翼翼地将炸弹装进小桶，接着来到管道之前，在小桶被吸进去的一瞬间，老白拿起帽子拔腿就跑。
起初同伴还不以为意，然而看到老白慌张的表情后，两人也不得不选择相信，毕竟生命只有一次。本以为会发生惊天动地的爆炸，没成想掉下来的小桶却始终纹丝不动，眼看迟迟没有动静，几人好奇地上前查看情况，不料下一秒，意外突然发生了。我操！老白是怎么也没想到，小桶竟然又被弹了回来。为了挽回自己的颜面，他只能硬着头皮缓缓上前，从同伴手中接下炸弹。然而当他小心翼翼地打开盖子后，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Oh, now I see what the problem is. I twisted the bat too many times. 说罢，他赶紧调整了一下，重新将其丢进管道。而这次果然没出现意外，小桶在内部发生了剧烈的爆炸。随后他们又把吸尘器接到管道上，利用其巨大的吸力，成功将大把的钞票吸了出来。当看到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钞票后，所有人瞬间兴奋的手舞足蹈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由于炸弹爆炸没有及时处理，烟雾直接顺着管道飘到了上方，刚好被服务员发现。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但他还是给保安打去了电话。可控制中心也是一头雾水，因为这边既没有听到任何警报，而且消防装置也完好如初。但出于安全考虑，他们还是派了2名保安查看情况。What do you get? I got nothing. Let's try B level. All right. 然而当他们来到 B 层时，却刚好跟运送钞票的2人碰面，兄弟俩被吓得魂飞魄散，就连说话也变得结结巴巴。万幸的是，2个保安也聪明不到哪去，只是简单的盘问几句，便爽快放走了2人。然而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，此时车上装的哪里是什么垃圾，分明就是满满一车的钞票。放走2人之后，他们只能再次往深处查看。可刚走没几步，瘦子突然膀胱一扫，竟发现一个房间里正冒着白烟。然而当他们打开门之后，却只有一个工作人员正在吞云吐雾。面对保安的训斥，工作人员非但一点都不害怕，反而更加嚣张地怼了回去。原来老白早就给了好处，使他即便丢了工作，后半辈子也能衣食无忧。就这样，保安把情况报给了控制中心，而满满一整车的钞票也被神不知鬼不觉地运了出去。随后老白2人坐上蓝色跑车，但他们却并不是逃跑，而是打算重新回到监狱。毕竟他们还有几个月便能刑满出狱，这样不仅能够制造不在场证明，而且还能全身而退。与此同时，监狱这边老黑看时间差不多了，立刻示意手下行动。随后他取出2根铅笔芯，将其插进卫生纸中，接着再送进插销引起短路，并将点燃的卫生纸丢进垃圾桶中。最后抱着垃圾桶来到门前，成功将烟雾警报器触发。监控室中立刻响起刺耳的警报声。典狱长本不想寻求外界支援，但手下提醒他，最终可能整个监狱都会被烧，无奈他也只能妥协。殊不知，老白2人此时正穿着消防服，静静地在墙角等待。在消防队出警的一瞬间，2人在后方偷偷上了消防车。就这样，他们一路跟着消防车，轻松便回到了监狱。等所有消防员跑去灭火的时候，老白2人才探出脑袋，随后从之前的通道回到牢房。另一边，火警赶到现场后，才惊恐地发现，竟然只有一个垃圾桶正在燃烧，而且囚犯正一脸玩味地盯着他们。尽管他们知道自己被耍了，但还是忍痛灭掉了火苗。事后护士过来查房的时候，此时老白正一脸淡定地躺在床上。本以为这个计划天衣无缝，可没成想，仅仅过去了几天的时间，警方探员便找到了典狱长。原来据他们调查得知，有一个工作人员最近被赛场解雇。接着兄弟俩便来到监狱里探监老白，但当天的情况却只有视频而没有声音。奇怪的是，在3天之后，那名工作人员便因为撞坏超市被判入狱服刑90天。而更巧的是，服刑的正是这所监狱。探员不相信这一切都是巧合，于是过来询问典狱长，在案发当天，监狱里是否发生过不寻常的情况。典狱长为了自己的前途，一口便否认了下来。可探员并没有轻易相信，随后他又把当晚的火警说了出来。There's a small kitchen fire, but that's not a problem in the context of this prison. You certain that these 2 inmates couldn't have broken out of here, robbed the Speedway, and then broken back into your prison without you knowing about it? Wow. No, I can tell you this. We don't have an escape problem at Monroe. 由于没有确切的证据，探员也只能就此作罢。得知自己被耍的典狱长立刻找到老白，不仅狠狠地揍了他一顿，而且还将其送进了小黑屋里。但也仅限于此。没过多久，老白便刑满出狱。本以为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好日子，可万万没想到，当初拿钱的同伙却突然消失，就连他的亲弟弟也不知道踪迹。而更让老白崩溃的是，隔天电视上便报道了一条新闻，称当初被偷窃的现金竟然在一辆垃圾车上被找到了。这让老白非常郁闷，合着费了那么大的功夫，不仅什么都没捞到，而且还平白遭了不少罪。然而就在他认为被耍了的时候，这天门前莫名多了一把橙色的铁锹。起初老白以为是无聊的恶作剧，不料就在下一秒，他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于是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
在同样橙色秋千的下方疯狂挖掘，没成想下面竟真的埋了一个黑色垃圾袋。老白这才明白同伙的良苦用心，原来同伴并没有把钱全部送回去，而是偷偷留下了一小部分。但由于当天的信号站被破坏，比赛方并不知道自己损失了多少，加上保险公司的理赔，他们甚至觉得还从中小赚了一笔。故事的最后，出狱的老黑也得到了应有的报酬，而整整半年的时间，警方也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证据，案件只能不了了之。从此，老白也过上了快乐的退休生活。喜欢记得点赞关注，我是小夏，我们下期再见。